那些被圈养的金丝雀后来都怎么样了？今天呢，这个来访者真的还蛮特别的，她是一位女粉，28岁，我们暂且就叫她小晴，好吧？她其实关注我挺久了，前段时间她找到我跟我说：“焦哥，你接受女生咨询吗？”一开始我确实挺诧异的，她是通过我这个号来的，因为一般这个号都是男生来找我咨询，对吧？当然，我也就焦哥以前很多年前做过非常长的时间的女性咨询，所以我也相信啊，这个女生她能够长期的看我这个账号的视频，说明她的认知啊是相当高的啊。那我呢就跟她聊了一会儿，感受颇深。今天我想把整个这个感受分享给大家一起听一下，很特别。首先，这个小晴一上来呢，她就非常大方的承认了，她就是大佬穿过的一件衣服啊，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种。一开始他就跟大部分的美女是一样的，觉得自己有点姿色啊，又有人赏识，对吧？心高气傲啊，物欲呢就不断的膨胀，就是那种这周可能在意大利看展，下周直接就在日本滑雪了啊，纸醉金迷了3年。这3年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长进，甚至大佬就提拔他去接手一个收入不菲的项目，他都直接给拒绝掉了。那后来呢，这个大哥可能就有点腻了，毫不犹豫的就抽离了，留下了一个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多少存款还年老色衰的他。于是呢，他就找到我想来改变嘛。那这个案子呢其实还在进行中，所以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案子。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这个故事以及我焦哥的感受啊，想给大家一点分享。首先我想说2个我自己很早就清楚的东西，当然大部分的女性到现在呢，可能她们都还不太愿意接受的一个真相啊。首先呢，第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世界它不欠你一场浪漫的爱情，更不欠你一个带你跨越阶级的婚姻。那第二就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向上的兼容啊，这种爱情呢，本质上是一种违背客观经济的幻想，大部分女生拥有的只是性别红利，记住，只是性别红利。我抖音上拉黑的第一个博主呢，就是宠妻宠到极致的一个2000万粉丝的大 V 啊，叫某舅老爷。为什么女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国家处在一个高速增量的时代，那个时候遍地都是机会啊，很多草根男性的确是可以通过奋斗实现阶层的快速跃迁的。当时男人找老婆真的第一主动权是在女方的，但当时男性更看重的是什么？是这个女人她能不能持家，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成为他所需要的一个这种稳定的后方，对吧？能够在他最差的时候给他托盘，哪怕这个女生她强势一点啊，只要男人有心，日子也能过得蒸蒸日上。这个就给很多女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只要找个好男人，他就能够改变命运。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博弈的时代，赚钱呢越来越难了。在这个背景下，优质男的这个择偶策略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层的男性大多婚姻是会由自己做主的啊，我们就只说中层好吧，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一下有潜力进入中层的男性，他们现在会比任何一个年代其实都要现实的多。他们不再是在找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公主了，而是在找一个能够并肩作战的合伙人。这个就是很多女性她不愿意去接受的一个真相。在当下的环境里啊，真正优秀的男人，他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潜意识一定是优先去计算这个女人能不能跟他去并肩作战的，能不能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跟他一起筑起一道抗风险的这种防线。在当下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竞争压力前，如果你能提供的仅仅是有限时间内的这个年轻美貌啊，或者是需要被无限包容的这种情绪需求，那在他们的眼里，你其实就是一个负资产。因为美貌是价值资产，而情绪需求是巨大的消耗品。没有美女呢一直18，但一直会有18岁的美。我经常在抖音上看到一些女生自身条件呢真的是很普通，样貌、学历、能力都在及格线上下吧，但是对另一半的这个要求却往往就是对标在什么社会的精英啊，注意啊，是顶层精英，不是那种什么开30万左右车的那种啊，就是什么1300这种啊 ，C260也不行。他们喜欢的是开迈巴赫揽胜的那种。
他们喜欢对方既要有足以跨越阶层的经济实力，又要有提供高情绪价值的温柔体贴，还要有随叫随到的时间和耐心。这就是典型的想用白菜换钻石。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很大一种程度上，其实就是消费主义和媒体合谋的结果。商家为了卖东西，必须把女性捧得高高的啊，告诉你你不普通，你是唯一，你值得最好的，让你觉得只有消费了什么样的档次的东西，或者是拥有了什么档次的这个男人，你才配得上你的身份。久而久之啊，很多女性就会把这种被商业捧出来的这种虚高身价当成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真实价格。还有第二个更扎心的真相，我也要给你们讲一下，就是如果是女生听到可能会有点破防。所谓的情绪价值其实是奢侈品啊，而不是必需品。很多女生在感情里特别强调感知，强调对方要懂自己，能够接得住自己的情绪，这当然没有错了，谁都想要谈那种甜甜的恋爱，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在这个满地六便士的世界里，高浓度的情绪价值通常是需要极高的成本来维护的。一个在事业上极具进取心，能够赚大钱的男人，他的精力和时间都是被工作榨干了的。他回到家，他更多的是希望什么？安静，少惹麻烦，而不是去猜你为什么又生气了。你既要有钱，你又要有闲，你还要对他百依百顺，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就算存在，概率极小极小。或者就是那种针对特定阶层的特定化。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三级。你选择了一个顾家暖男，你就得接受他的平庸和收入有限。很多女人的痛苦根源就在于既想要有强者的资源，又想要有弱者的温存，最后两头他都会抓不住。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点可能会让很多女性都难以去接受，那就是很多女生所谓什么缺乏安全感，本质上呢是她们自己不行，自身缺乏在这个社会独立生存的核心竞争力。咱们往深了说一点啊，就是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是依附于男性生存的，因为那个时候生存靠的是体力啊，这种写在基因里的这种记忆会让很多女人在潜意识里觉得只要我找对了人，我就有依靠。所以很多女人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研究化妆啊、穿搭，或者说试图去通过提升这种依附性技能来获取安全感。但是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了，现在是脑力劳动的一个时代，女性在职场上和赚钱能力上不说完全具备了和男性完全平等的潜力啊，但是大差不差。可遗憾的是什么？很多女生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虽然在职场，但是心呢却在等待救赎。他们把工作仅仅当成了一份糊口的差事，没想过要把它当成一份事业。他们把提升自己仅仅理解为变瘦变美，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是当你把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时，你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待价而沽的位置。既然是待价而沽，那你就得接受代价的挑剔。一旦你年老色衰啊，或者说对方有了更好的这个选择，那你的天就塌了。这个就是现在大部分女人通过这种对吧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之后，她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关于吃苦。很多女生会觉得我又不乱花钱，我还能陪你吃路边摊，那我就是在陪你吃苦了呀。这不叫吃苦，这叫忍受贫穷。真正的吃苦是拥有一种能够穿越周期的坚韧，是当家庭遭遇变故，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你不是那个只会哭天喊地的那种抱怨说什么你怎么这么没用啊，而是能够冷静下来分析局势，甚至挺身而出撑起半边天的那个人。现在的男人啊都不傻，对吧？尤其是稍微有点积累的男人，他们太知道生活的不易了。他们眼里的好女人不再是那种只会撒娇卖萌的小女生，而是那种情绪稳定、逻辑清晰、能扛事儿的成年人。
如果你除了年轻和一点姿色，真的就什么都没有的话，姐妹，那你冲上去的结果大概率就是被当做短择的一个对象啊！被吃干抹净之后呢，你就会像剩菜一样被倒掉。这在如今的大城市里，每天都在上演。所以最后，我想跟所有的女生说什么？这个世界不欠你一个完美的爱情，也不欠你一个跨越阶层的婚姻。你所有拥有的，如果只是性别红利，那在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像是获得了一张 VIP 卡，是让你能够在一些这种场合下畅通无阻。但是这张卡它是有效期的，而且它的范围是有限的。等到你30岁以后，真正能拼的呀，还是你的脑子的清醒啊！谁的手艺是更硬的，谁的内心是更强大的，谁的积淀是更深厚的。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踏着七彩祥云的英雄，咱们都只是普通人。